这个娶妻啊，祷告啊，蒙着面纱的利百加就来到他旁边，然后你看他的婚姻，一夫有一妻，非常的甜美，活到180岁，牙还没掉，因为180岁还可以吃东西，还吃牛，真的好啊！我们就常常说主啊，亚伯拉罕算了，我做不来。以撒呢，你先让我来。以撒就是承受嘛，父所有一切都是子所承受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是神的产业，这产业是什么 ？heritage 就是从祖先，从我们的神一直到我们，神都把他的丰富都什么存留在基督里面。你如今享受这位主，那就享受一切属灵的丰富了。今世得百倍啊，来世还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不能不提。所以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以撒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呢，他眼睛看不见，他做了糊涂的事情。为什么？老大跟老二他分不清啊。我说我们再糊涂啊，我们家里的孩子老大老二，我们还可以分得出来一点。当然了，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利百加跟他的老二彼此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也是注定了老二跟利百加这辈子要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就尽量简单说当以扫知道雅各从父亲那里得到长子名分跟祝福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前面那一晚我们录他们的故事，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熟，我们就不加累述。这里你看见了利百加说了一句话：我一日之间要上掉你们2个孩子。为什么？老二跑路了，老大磨刀霍霍要准备行事。所以这里有一个情形，就是人的聪明才智，人的巧取豪夺，常常是在苦难中收场。再者，你看见这个雅各，我们刚刚讲婚姻啊，因为在座年轻人多，我们看见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除了我们刚俩读书16年20年以外，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在婚姻生活里面。到底是妻子听丈夫的，还是丈夫听妻子的？这个我看我们这一辈子都在说这一个事情。还有呢，丈夫爱妻子，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每个人都说得清清楚楚。事情来的时候大吵一场，然后有时候还分手了结，这个常常是我们的本相。你看雅各，他很有意思，他娶妻的事情上，他受了许多的折磨。他本来只想娶一个人，叫谁啊？拉结。Rachel 是这样的，结果他娶了几个？4个。常常不谈，不是他愿意，你看这怎么回事？但是却从他这4个妻子的里面生出了12个支派。所以我们刚刚讲，一个人拿着杖过伯拉大河，那人叫亚伯拉罕，后来先叫亚伯拉罕，那后来呢，雅各成了一个大队，不是一大队，还2大队。慢慢我们来看雅各的生平，我们也看见他是一个抓夺者，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就抓他哥哥的后脚跟啊，那他永远不愿意当老二，永远是抓夺人，要把别人要变成事情的，神要不让他抓夺，抓夺。但雅各的心思就是我们刚刚讲，非常的诡诈。神向亚伯拉罕说话，神向以撒说话，但神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向雅各说话？28节，创世纪28章有一个人讲，就是现在的伯特利在路斯那里，他做了一个梦，一个梦啊，看见雅各的天梯，神的尸体上去下来啊，耶和华在梯子的一边，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肮脏到一个情形，神没有办法跟他对话，只能在梦中启示他。然后他说了什么？这旷野是大而可畏，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呢，但是它里面却有意象跟看见，变成有个油焦的石头。所以你看见教会的建造，并不是都指向亚伯拉罕那么有信心，也不像以撒一样那样的顺命。因为刚刚我们讲他顺命，还是有一点点小原因的。一个34岁的年轻人跟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家，你告诉我，我若不要成为献祭的材料，你奈我如何啊？但是以撒就是背着柴跟着他爸爸走，他不是童子，他是个壮年人。所以我们心里要看见神的作为，常常是根据我们在他面前的生活行动。
我们常常会说：“主啊，你为什么现在不做工呢？”因为我们不受顺。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雅各身上，他的点可多了，但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来做结论，就是雅各的身上让我们看见圣灵多次多方的击打，这样的击打却使他能够成为以色列。所以你收去的东西，你常以你自己为代替，你若不压橄榄，它就不能成长。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苦难的里面，苦难却是什么？使我们更多与神的性情有份了。雅各110岁的时候，跟法老祝福。那时候约瑟是埃及地的首相，所以呢，雅各告诉他：“我是一个牧羊人，我的日子在地上的日子又苦又短。”还有加了一句话：“不像我的祖先。”所以你可以看见雅各，他的愁苦，他的为难，是在乎他接受了许多圣灵在我们有生之年的击打，但这些事情它都有一个终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要把人做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希伯来说叫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什么？离弃偶像啊，归向神啊，是不是这样的？更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要明了神善道的滋味，我们还要怎样？有份于圣灵。最后还有一点是什么？领略了来世的全能，这个叫做预尝。你看了，神要把我们拔高到一个地步，要使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他在雅各身上每一个作为都是有目的的。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神，他是要把你我带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要学保罗弟兄所说的那句话：当大马色的光照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主又加了一句话：“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里的刺，中国人的想法可能就是错位想那个刺，原来的意思是赶牛用的，带刺的棒子。牛比你我都大，那个皮肯定也比你我都厚。神常用赶牛的棒子，那日如何击打雅各，使他变成以色列。今天你我的生活里面，若是有为难的时候，你要思想，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真的要常常回到主的话里面。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天地的主，宇宙的神。当他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是你父亲的神。所以你可以看见父与子的关系，在神的心意中是天地间唯一最重要的关系。你看中国人懂不懂神的心意啊？我信在这复活的点中我们一同来看中国人如何懂得属灵的故事。我们都读过古圣先贤给我们说有一个叫三纲，还有一个叫五常。我们今天来讲三纲。三纲哪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其实你若看整本圣经，都是在讲一件事情：父与子的关系。开始是讲箴言的时候，创造天地的时候，箴言第8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在父神面前荣耀，因为智慧什么？凿成7根柱子，建造房屋，那里面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在里面，是不是？所以你看见那位自有拥有的神，最后替他自己取一个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说亚伯拉罕也罢，以撒也不坏，因为他还蛮顺服。你加上雅各，以赛亚书里面说到雅各是什么？虫雅各，像虫一样 ，worm， 虫雅各。
你是神的话，你愿意做虫的人吗？我信你不会，我也不会。但是像虫那么不择手段，如何的，神居然是从雅各的神。还有呢，他是雅各的大能者。我们把圣经读了以后，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常与我们这个犯罪作恶的人同在。但什么时候你愿意在这个复活典征这个恩典的里头，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十字架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成了你的拯救。所以我们今天看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说明一点：神是我们的神，并且是活人的神。活人者在乎你的灵活过来。什么叫做灵活过来？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里有一件事情，神造人的时候，对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更好翻译叫活的魂。当主耶稣低头说成了以后，他后来又做了一件事情，我把我的灵魂交给父神的手中。这里的灵魂是什么？是灵还是魂？灵。为什么我们说灵呢？弟兄姊妹有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往下走一点吧。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两个强盗，一个我们说是信主的强盗，一个不信主的强盗，这样说，反正都是强盗。我们也不别人，我们大概跟强盗也差不了多少啊。你看呢，这个好强盗，主耶稣他对主耶稣说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主耶稣怎么讲？你今日就跟我一同在乐园，有没有？乐园在哪里？好，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情看一看啊。因为主耶稣的受死跟他的复活，他是灵魂生死三件事情。第一个，他的灵在父神的手中，但是他的魂呢？彼得前书第3章，上次我们在小组聚会里面，我们提到彼得说什么？监狱的灵有福音传给他，有没有这句话？监狱的灵是指挪亚时代，那许多被洪水所淹没，他们都死了，但是神必须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起头，就是监狱的灵有福音传给他们。其实更好的翻译是说，主耶稣见证他的复活 ，testify， 或者他 identify， 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如今下到阴间的深处。为什么要下到阴间深处？你再去看一下以弗所书那里有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他的教会，有这句话。然后你读诗篇68篇那里有说什么？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然后怎么样？就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这个贡献是指什么？使耶和华我们的神能与我们同住啊！因为我们是污秽败坏，就像我们刚刚讲雅各一样，我们里面满了污秽，神根本不可能在我们里面有任何的地位。但是因着主耶稣的受死，他的宝血，或者那赐生命的灵，如今住在你我的里面，我们就向着罪上死，如今就能在义上活。耶稣基督被交付死地，是因着我们的过犯，但他的复活是叫我们得以称义呀。所以你看见复活在哪里？在主耶稣的里面，他下到阴间，下到地心的深处，他掳掠仇敌。这个掳掠仇敌是什么？十权势、罪的毒钩，都为我们的主在复活得胜的里面吞灭了。所以你看呢，以赛亚书25章第8节，我读给你有怎么听？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除去普天下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可以看见的，个人，你今天在地上所有的为难难处，我们弟兄刚刚讲眼泪啊，其实诗篇里来讲呢，带着把那个眼泪给装起来。那这里来讲，神的手要擦干你每一个人 individual 你脸上的眼泪，还有普天下的百姓 is a group， 是所有的人，怎么样？不再觉得羞耻，因为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并且呢，他已将死背去。这个死使人生离死别，这个死拦阻了
我们到神面前来。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所钉死的十字架，他带领我们能够怎么样？升上高天。不要忘记，他5月走你就包括你跟我。所以要升到高天以前，他起步，以弗所书讲是吧？他要下到地心，这地心啊，你看它叫 parts，P-A-R-T-S， 诸部分。这个诸部分就是我们讲的阴间的门，多数的门。不管你里面有多少难处，仇敌恶者有多么的凶恶，他都要使我们从罪中得以释放。他要打断所有罪恶的锁链，他要使你我都在新造的生命里有份。所以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先停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创世纪1章开始，一直到出埃及记第40章，我们可以看见这是2段。但是呢，正常基督徒生活是在讲罗马书。你看了，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是保守我们能够活在神爱的家中。所以6章6节罗马书那里有说的，我们的旧人以基督定十架。若是我们的旧人，这个旧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魂。你这个魂就是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意志，需要怎么样？有十字架的工作在你里面。我们跟人有问题，常常是因为我们的魂出了问题。我们里面没有爱，是因为什么？我们专顾自己。到末了的日子啊，只有3个爱，2个不爱。讲错了，3个不爱，那个怎么讲？爱钱财，爱烟呢？还有一个呢？不爱神。还有呢，专爱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还有不爱公义。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件事情，你的爱是因着你的魂来享受来的。我们要看见的救人与主同定十字架，下面有个果效，那个果效是什么？罪身失效。罪行，你知道我们的肉身会做什么？犯罪。罗马书第7章的时候就说到了，我所愿意善的去行，这个行是指你的肉身的；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不行。这里有一个情形是什么？律法使人看见他长久活在罪中。律法是定罪的指示，让我们里面常常里面不能得到平安，因为我们里面常为罪恶所充满。所以你要有赎罪祭以外，你还有赎愆祭，就是你的过犯要用着基督耶稣的血，用流息草在我们的深处洒去我们天良的亏欠，如此你才能得以侍奉永生的活神。还有罗马书8章13节，那里有讲到一句话：靠着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或者说身体的行为。我们要看肢体中有一件事情，罗马7章讲的是犯罪的律。这个人啊，想做坏事的时候，他的肢体啊会先有动作，很有意思。这个话我希望求主保有遮盖。以前我也喜欢打麻将，想打麻将的时候手会痒啊。有人喜欢跳舞，还没有跳舞前呢，脚就会痒。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个养法，但我真的知道，罪常常会拦住我们到神面前，罪常常使我们里面满了不安，满了得罪神的感受。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靠着灵，这就是圣灵。圣灵怎样？它能使我们受撒旦破坏，甚至常常结罪果的肢体能够被更新。这个话怎么说呢？若那叫死人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住在你的里面啊，然后什么？就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怎么样？又活过来。这里有2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你不再犯罪了，然后你的肢体要成为义的器具来行义。还有一点，哥林多后书第7章说，身子为着主怎么样？主也为着身子。我们知道，到末了的日子，人因着我们的各样不合适的生活方式，或者我们的心思，或者我们的肉身，常常有许多得罪神的情形。所以，从马土沙拉900多岁活到现在是越来越少，甚至到我这个年岁，常常不是听这个人如何，那个人如何啊，身体常常有许多的病痛。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一个真实的见证：你愿意让主的灵常在你的身体里面有地位，
你这必死的身体又要活过来。你每一次在圣灵中学习的祷告，都能激化你那受创伤的细胞，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得以更新，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所以你能够当作活祭，把自己的身体献上，这乃是什么？神的话在你里面的工作。主耶稣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今天我们谈的复活节，不是外面的一个节日，不是去寻蛋，今天也不是拿个彩蛋在这里走一走，这应该所要看见的是复活的生命在你我里面的内住，然后呢，要活出一个正常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我们羡慕那日与主同往，一同登宝座，但我们更需要一件事情，在今生的各样的环境中，尊主为大，以神为乐。靠着耶稣基督的灵啊，我们看见神的国在我们的中间。有句话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了。”我们里面更都要看见，不要去赶别人的鬼，不要，先赶赶自己里面的鬼啊！若是我们肯真的谦卑，你的生活会重新启动，你的生活会重新有意义，甚至那日主来的时候，我们都在荣耀里与他相见。感谢神，我们有点祷告。那么神，我们感谢你，虽然时间过去，但我们乐意你的话语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的心中都有好之处，也让我们看见在这复活新造的里面，有你自己话语的同在，来引导我们众人都在新造的里面，连于你自己，因为这新造是满了真理的仁义和圣别，使我们随时随在都得了这秘诀，使我们众人都在那日在你国度的里面一同有份，靠你自己得胜的名。阿们。